大家好，我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阿远。每当我们仰望星空，你有没有想过宇宙是否有边界？宇宙的外边又是什么呢？随着人类的视野不断扩展，许多科学家开始思考我们自己宇宙之外的样子，以及是否存在着许多隐藏的多重宇宙。那么科学家对于多重宇宙的看法如何？是否有科学支持？许多物理学家认为多重宇宙是可能存在的，像是隐藏在黑洞时间世界后面的宇宙，或者像肥皂泡沫中的气泡一样不断扩张的宇宙。那么一些主要的多重宇宙理论有哪些呢？它们中有哪些可能会有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你呢？美国宇宙学家麦克斯泰格马克将无数多种可能的平行宇宙分成4类。第一级别，具有相同物理法则的宇宙。在这个级别中，平行宇宙在物理法则方面与我们自己的宇宙非常相似，但它们的初始条件或事件的结果有所不同。例如，在平行宇宙中，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可能会错过地球，从而导致完全不同的进化历史。第一级平行宇宙的另一个例子可能是一个历史事件的结果与我们宇宙中发生的不同。例如，在我们的宇宙中，盟军赢得了2战，但在第一级平行宇宙中，轴心国可能获胜，这将导致不同的地缘政治格局、不同的科学发现以及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进化。在这个平行宇宙中，物理定律和自然的基本常数与我们的宇宙相同，但历史事件会采取不同的轨迹。这些宇宙作为我们自己宇宙的一部分存在于相同的时空中，并且在理论上可以被我们观察到。第二级别，具有不同物理法则的宇宙。这个级别涉及到与我们自己宇宙完全不同的物理法则的平行宇宙。例如，在一个平行宇宙中，物理定律可能允许超光速旅行，或存在我们宇宙中不存在的粒子，光速可能不同，或者重力可能比我们的宇宙弱或强得多。在这样的宇宙中，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根本不同，从而导致的化学、生物和技术与我们在我们的宇宙中看到的大不相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平行宇宙不一定遵循我们宇宙的因果关系规则，因此预测他们的行为或与他们交互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些宇宙可能对我们是无法到达的，因为它们存在于完全不同的物理空间和时间中。第三级别，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根据这种解释，每次进行量子测量时，宇宙就会分裂成多个平行宇宙，每个宇宙都包含测量的可能结果之一。例如，如果一个粒子可以存在于2种状态，比如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并且进行测量来确定其状态，宇宙就会分裂成2个平行宇宙，一个包含自旋向上的粒子，另一个包含自旋向下的粒子。通过这种方式，每个量子事件都会创造出多个平行宇宙，导致产生一个庞大且可能无限的平行宇宙数量。每个平行宇宙都包含不同版本的现实，对于每个发生的量子事件都有不同的结果。第4级别，数学宇宙假设。泰格马克提出的最后一级别认为，宇宙不仅是用数学描述的，而实际上是一个数学结构。根据这种观点，所有可能的数学结构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因此所有可能的宇宙也存在。第4级别的平行宇宙基于数学宇宙假设。根据这个假设，所有可能的数学结构对应不同的宇宙，每个宇宙都有自己的物理法则和特性。例如，数学结构中存在着圆周率派，并且可能存在一个平行宇宙，其中圆周率的值与我们在本宇宙中观测到的不同。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可能的数学结构都会对应一个独特的平行宇宙，导致产生一个无限数量的平行宇宙。这4个级别的多重宇宙向我们展示了可能的宇宙模型。那么各种多重宇宙是如何构成的呢？下面我来具体讲解一下各种多重宇宙可能存在的方式。首先我们来讲讲膜宇宙，这是物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框架，它认为我们的宇宙可能是嵌入在高维时空中的三维膜。膜宇宙的概念源自弦理论，这是一个旨在将所有基本作用力包括引力统一为同一种力的理论框架。根据膜宇宙的假设，我们的宇宙是许多可能存在于高维体空间中的三维膜之一。体空间被认为在我们熟悉的4个维度、3个空间维度和1个时间维度之外有额外的维度。这些额外的维度在我们的4维世界中不可观测，但可以通过它们对膜的影响间接检测到。
体空间的引力吸引膜宇宙并使其保持原位，而膜和体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自然界的基本力量。通过这种方式，膜宇宙的理论提供了一种将所有基本力量统一到单个框架中的方法。膜宇宙的理论可以解释物理学中一些未解之谜，例如为什么引力作用力比其他基本力量要弱得多。有研究表明，在4大基本作用力中，只有引力可以突破4维时空向其他维度，例如体空间中传播。还有人提出，膜宇宙的概念可能为理解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本质提供一个框架，它们构成了宇宙中大部分质量和能量。第二，景观多重宇宙，这是弦理论中的一种理论概念，它提出存在着大量具有不同物理性质和常数的景观宇宙。在这种情况下，宇宙并不是唯一的存在，而是存在于其他大量具有不同物理属性和常数的宇宙中。根据这个理论，我们观测到的宇宙只是同一基本物理法则下许多可能结果中的一种。景观中的每个宇宙都有自己的物理定律和特性，由额外维度的构型和基本常数的值所决定。景观多重宇宙经常被用来解释宇宙学中的精细调整问题，即为什么自然界的基本常数似乎被精心调整，使生命得以存在。第三，全息多重宇宙，这是物理学中的一种理论概念，他认为我们整个宇宙可能是来自低维现实的全息投影。这个想法起源于全息原理，他指出描述一段空间的信息可以在其边界上以一个较低的维度进行表示。根据全息多重宇宙理论，我们的3维宇宙是从一个2维现实中投射出来的，类似于全息图像是从一个2维表面投射出来的。这意味着我们在宇宙中观察到的一切可能是一种幻觉，真正的现实可能存在于一个更低维度的空间中。全息多重宇宙理论已被用来解释量子力学的一些奥秘，比如微观尺度上粒子的奇怪行为。同时，有人认为全息多重宇宙的概念可以提供一种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2个物理学中最成功的理论统一为一个框架的方式。第四，循环多重宇宙，这是宇宙学中的一个理论概念，他认为我们的宇宙经历无限的膨胀和收缩循环，每个循环都会导致一个新宇宙的产生。这个想法也被称为循环模型或循环宇宙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宇宙始于一次大爆炸，接着是一个膨胀时期，最终膨胀减缓并逆转，导致一次大收缩，然后宇宙回弹并经历另一次大爆炸，开始新的膨胀和收缩循环。循环多重宇宙理论认为，每个循环都会产生一个具有不同物理特性的新宇宙，导致无限种宇宙的出现。这个想法已被用来解释我们宇宙中物理常数的明显精细调整，因为它表明这些常数的值可能在其他宇宙中有所不同。第五，黑洞多重宇宙，这是宇宙学中的一个理论设想，它提出在黑洞内部创建了多个宇宙。这个想法基于黑洞内部的引力非常强大，以至于可以形成一个与外部宇宙完全隔绝的时空区域。根据这个理论，当一个黑洞形成时，它会在内部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这个新宇宙与我们自己的宇宙完全隔离。这个新宇宙可能有自己的物理定律、常数和特性，与我们的宇宙不同。因此，黑洞多重宇宙暗示着存在无限数量的平行宇宙，每个平行宇宙都形成在一个黑洞内部。比如我们自己的宇宙就有可能在一个黑洞的内部。在一个黑洞起点附近光也无法逃离的区域所对应的半径叫做施瓦西半径。如果我们把可观测宇宙的质量大约10的54次方千克带到公式里，可以得出对应的施瓦西半径是1500亿光年，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可观测宇宙的半径。这个理论可以在不需要暗能量的存在的情况下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在加速膨胀。可能我们宇宙所在的黑洞在不停地吞噬周围的物质，而使其施瓦西半径不断变大。如此看来，我们的宇宙或许真如一个黑洞一般，人类被限制在这里而永远无法逃出去。不过，以上多重宇宙的概念仍然是高度推测性的，目前没有直接的观测证据来支持它们。至于我们的宇宙外面到底有什么，希望以后随着宇宙科学的发展，有一天我们可以解开这个谜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如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哦。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